谁来救救奥特兄弟？泰罗和艾斯在怪兽牧场被抓，希卡利背弃信仰，投靠了黑暗四天王，只为获得强大的力量。毕竟蓝奥的战斗力都很低，所以容易黑化的基本都是蓝奥了。M78星云的警备队收到了希卡利的奥特签名，怪兽牧场发生异变，急需支援。佐菲直接派出泰罗和艾斯前去营救希卡利。为了求稳，他们还给离怪兽牧场比较近的梦比优斯发送了奥特签名。途中，老梦遭遇了一股寒流，就在他疑惑时，旁边的陨石发出了一道激光，打中了他。失去平衡的老梦掉落在附近的星球上，起身一看，竟然是格罗扎姆。面对他的远程攻击，老梦用陨石当掩体，然后推着陨石一路往前冲，直接和格罗扎姆近身战，调整姿势飞过去，一脚把他踹在地上，抡起拳头就捶，但很快就被格罗扎姆挣脱开了。不知死活的他竟主动找老梦近身战，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啊！莫非是梁静茹他爸给的？很快，老梦就放倒了格罗扎姆。就在他准备挥拳时，英普莱扎出现了。这不讲武德的玩意，果然是没脸没皮。但这铁疙瘩确实强，搭配了最新款的涡轮增压炮，外加堪比透视挂的热成像，让老梦躲都没地方躲。这还不算完，有脸有皮的格罗扎姆还在一旁搞偷袭，这谁能顶得住了？还好格罗扎姆有点武德，报完刚才被老梦暴打的仇后，就去办大事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小伙还挺记仇的。此时英普莱扎又准备搞偷袭了，老梦赶紧侧身躲开，然后甩出2道光波收点利息，再一拳震起碎石形成掩体，不停的高速移动，脱离英普莱扎的视线。嫌麻烦的英普莱扎直接横向360度无死角射击，结果被高空落下的老梦几剑咔嚓掉了。怎料这家伙竟然还会移形换影，打了老梦一个措手不及。就在英普莱扎要干掉老梦时，机械扎姆出现了，英普莱扎立马调转炮头对准了他。这波逼装的我只能给机械扎姆打9分，还有1分不给是因为他出场竟然不自带 BGM。不过这飞身一剑倒是挺帅的，还是给他满分吧。得救后的老梦虽然身负重伤，但他还是想去怪兽牧场营救希卡利。一旁的机械扎姆很是不解，他不明白老梦为什么这么在意伙伴。当梦比优斯来到怪兽牧场后，竟然看到泰罗和艾斯被抓了，他赶紧跑过去，结果被黑暗四天王给拦住了。四王用2奥的性命威胁老梦，让老梦前往烈焰谷替他们拿回终极战斗仪。看着老梦疑惑的样子，美菲拉斯出来装逼了，终极战斗仪加上我手里的皇帝怨念，是可以复活黑暗皇帝安培拉星人的。就在老梦思考利弊时，希卡利出现了，他背叛光之国，投靠了黑暗四天王，只为获得强大的力量。虽然蓝奥智商高，但战斗力超低，这是所有蓝奥心中的痛。于是他举剑对准了老梦，因为烈焰谷的温度超高，只有烈焰形态的老梦才能扛得住。当老梦看到希卡利的眼神后，瞬间做出了选择，决定去烈焰谷拿来终极战斗仪。然后他变身为烈焰形态，直接钻穿地表，来到了下面的烈焰谷。可就在这时，机械扎姆来了。原来他一直都在尾随老梦，因为他对这种战友情很感兴趣，所以决定下来帮老梦。当他俩穿过火墙来到里面后，直接半跪在地。这里的温度实在太高了，导致他俩只能慢慢往前走。突然，一个火球飞了过来，他们赶紧侧身躲避。而镇守这里的竟然是 EX 杰顿。没有过多的废话，双方见面就开打。但他俩完全不是杰顿的对手，被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。于是老梦选择自己拖住杰顿，让机械扎姆去拿终极战斗仪。结果杰顿一脚踹开老梦，然后回头就是一发火球炸飞了机械扎姆。踩到岩浆的他直接全身燃起了火焰。就在身后的杰顿补刀时，老梦挺身而出挡下了这一击，差点被炸得领了盒饭。看到老梦伤得这么重，机械扎姆很生气，提着刀就冲了上去，想要找回场子为老梦报仇。不过这波他属实想多了，直接被杰顿一发火球对到了岩浆上。就在他快要撑不住时，老梦抓住了他的手，想要拉他上来。一旁的杰顿对着老梦拳打脚踢，很快就把他打成了红灯。关键时刻，老梦爆发出全部力量，把机械扎姆扔到了另外一边，然后自己踩着岩浆跑了过去。是不是很像你们曾经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样子？最终他俩合力打破了终极战斗仪的封印，得到能量补充的老梦直接满血复活，杰顿也被他俩一人一剑砍爆了。经过这次并肩作战，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机械扎姆也似乎明白了什么是伙伴。就在这时，上面的岩浆脱落，机械扎姆赶紧冲上前推开老梦，选择牺牲自己来挽救伙伴。黑暗四天王很激动，因为他们看到梦比优斯真的把终极战斗仪带过来了，他们也终于能复活黑暗皇帝安培拉星人了。可就在他们高兴时，希卡利趁机抢走了终极战斗仪。原来他只是假装背叛光之国，一切的隐忍都是为了这一刻。他高举终极战斗仪，强大的能量不仅打破了这里的结界，还让2奥直接满血复活。接着，希卡利和老梦各自释放光线，帮他们挣脱了束缚。可怜的四天王从始至终都被希卡利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不得不说，蓝奥的智商是真的高。泰罗把终极战斗仪交给受伤的老梦保管，然后带着艾斯和希卡利冲向了四天王。战力爆表的泰罗打的蒂斯雷姆毫无还手之力，一记斯特利姆光线就干掉了他。希卡利也不甘示弱，不但能一个打2个，还能稳稳占据上风，简直是文武双全。至于艾斯就更不用担心了，自然是不会掉链子的，一记梅塔利姆光线就干掉了对手。还没死的美菲拉斯和格罗扎姆被4奥围住，为了复活黑暗皇帝，丧心病狂的美菲拉斯竟献祭了格罗扎姆。拿到终极战斗仪后，他将皇帝的怨念注入进去，战斗仪飞向天空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。确定目标后，就射出了一道红光，机械扎姆复活了。原来他是黑暗皇帝的复活装置，只要把战斗仪塞插进他的胸口，就能复活黑暗皇帝了。就在战斗仪要插进去时，众奥发出光线阻拦，却被他随手一挥就挡住了。手持战斗仪的机械扎姆
姆战力爆表，直接完爆4奥。打斗过程中，他控制战斗仪去对付希卡利和艾斯，自己则是追着泰罗一顿暴锤，一脚踹飞了他。腾出手后又轻松放倒了希卡利和艾斯。可就在他要重新拿回战斗仪时，却被老孟中途截胡了。老孟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唤醒原本的机械扎姆。面对他的进攻，老孟根本不躲，站着给他砍。这让我想起了渣渣辉的一句话：是兄弟就来砍我吧。期间从老孟身上溢出的能量在空中汇聚，最终进入到了机械扎姆体内，唤醒了原本的机械扎姆。正要寒暄2句，美菲拉斯就踹开了老孟，把战斗仪插进了机械扎姆体内。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身后的希卡利干掉了。此时机械扎姆的身体正在发生改变，黑暗皇帝就快要复活了。艾斯提议释放光线摧毁机械扎姆，可老孟却始终下不去手。突然机械扎姆恢复了清醒，他请求老孟结果自己。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后，老孟最终还是做出了选择。他浑身爆发出炽热的火焰，径直冲向了机械扎姆。伴随一阵巨大的爆炸过后，机械扎姆的配件掉落在了地上。可惜4奥不知道的是，战斗仪并没有被摧毁，并且另一场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。关注小影看下集。